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8讲，我们来讨论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端口。所谓的端口是指的，如果说两个接线端，比如说这个和这个，它满足这样的条件，从一个接线端流进去的电流等于从另一个接线端流出的电流。如果满足这样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两个接线端就构成了一个端口。那么这样的条件呢，我们管它就叫端口条件。当然，很显然，我们在此之前讨论的电阻和独立源都是两个接线端的元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这儿流进去的电流当然等于从这儿流出来的电流。所以你知道，从这儿流进去的电流当然等于从这儿流出来的电流。所以你也知道，从这儿流进去的等于从这儿流出来的。所以两个接线端的元件一定是一个端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抽象的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来讲，它有4个接线端在外面，那可不一定从这儿流进去的就等于从这儿流出来的，从这儿流进去的就等于从这儿流出来的。如果说这样是能够满足的话，那么我们管这个端口叫做二端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续的几讲里会详细的讨论。在今天这一讲里，我们只讨论一端口网络。讨论端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大家传授一个关于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个网络里面，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一个电阻、一个电压源或者一个电流源，可能是由若干个电阻、电压源和电流源构成的非常复杂的网络。但是呢，我们往往只关心它们端口上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组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从而定义无源网络和有源网络，或者无源或者有源一端口。请看，这个网络是一个一端口网络，那么我们 U 和 I 是变量。大家做一个判断， U 和 I 对于这个一端口来讲是关联参考方向还是非关联呢？是的，是关联，因为电流从电压的正端流入。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出关于无源一端口的定义。我们首先假设这个电流和电压在负无穷的时刻都是0，也就是说整个系统在很长很长时间以前是没有能量的。这个假设一般来说是符合物理条件的。那么如果说对于任何一个时间来说，都有从负无穷时刻到这个时刻，这个端口所吸收的瞬时功率的积分是大于0的话，那么这个端口就叫做无源一端口。只要存在着任何一个时刻，使得这个积分是小于0的，那么这个端口就叫有源一端口。这个定义看起来是很枯燥的，也很难理解。我们举2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对于一个电阻来说，请注意，我们这里给出的关于电阻的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是关联的。那我们计算一下这个公式吧。对于电阻来讲，如果说电压电流是关联的参考方向，大家知道可以用欧姆定律 U 是等于 R 乘以 I 的。于是呢，这里面就有2个 I 套了，所以呢，它就等于 R 乘以我们在这一讲里讨论的电阻总是大于0的，而且这一部分也是大于0的，所以它是大于0的。因此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刻，这个电阻元件从负无穷时刻到那个时刻所吸收的瞬时功率的积分总是大于0的，因此它是无源的。电阻是一个无源元件。那么类似的，我们来讨论一下电压源。大家请看，我们关于电压源的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定义的是非关联，电流从电压的负流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用
这个式子来做计算的话，就必须把电流或者电压进行反向。那我们在这里把电流进行反向，这样才能够使得这个式子能够得到使用。由于对于电压源来讲，我们知道 U 是等于 US 常数的，那么现在这个积分式是否大于0，取决于 I 套的数值了。那么对于一般的电压源应用来讲，如果说外接了一个电阻的话，大家可以知道这个 I， 如果说电阻的阻值是 R 的话，是等于 US 比上 R 的，是大于0的。所以 US 比上 R 是小于0的。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元件是一个有源的。这也符合大家的常识，一个电阻是一个无源器件，一个电压源是一个有源器件。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讨论，因此我们经常把电压电流的关联参考方向，同时也叫做无源符号约定；电压电流的非关联参考方向，同时也叫做有源符号约定。那么在今后的课程里，我们将对关联参考方向和无源符号约定不加区分，同时也将非关联参考方向和有源符号约定不加区分。我们这一堂课就上到这里。